斗罗大陆天斗皇城宫殿刚刚结束，千仞雪正准备跟随蛇矛斗罗和刺豚斗罗撤离，却突然被一道诡异的空间裂缝吞没，瞬间消失。与此同时，整个斗罗大陆的天空突然出现一块遮天蔽日的黑色天幕，所有人，包括武魂殿、两大帝国、七宝琉璃宗、史莱克学院，全都停下动作，抬头望向天空，因为天幕里正在播放2万年后的未来。画面一转，2万年后，日月联邦一间戒备森严的实验室内，一名18岁的黑发少年正站在实验台前，缓缓将一支透明药剂注入普通人体内。他叫殷红叶，一个来自蓝星的穿越者，也是联邦最疯狂的科研天才。他一直研究一个足以颠覆整个魂师时代的计划——人造魂师。他的目标从来不是制造一名魂师，而是让天下所有普通人都拥有修炼资格。撑住！殷红叶神色平静，熬过去，你就能成为魂师。下一秒，实验者全身剧烈抽搐，骨骼疯狂震动，仿佛身体正在被重塑。数分钟后，魂力检测仪终于亮起，10级，实验成功了。历史上第一位由普通人改造而成的魂师正式诞生。虽然代价是寿命和生命力的大量流失，但这一步却足以改变整个魂师文明。就在燕红叶记录实验数据时，实验室后方空间忽然剧烈扭曲，轰！一道金色身影重重落下，六翼舒展，圣剑出鞘，来人正是千仞雪。他刚一抬头，便看见被束缚在实验台上的实验者，再看向满地实验器械和药剂，顿时俏脸冰冷。大胆邪魂师，竟敢拿普通人做人体实验！话音落下，天使圣剑瞬间斩向燕红叶。然而，面对这一剑，殷红叶只是微微侧身，轻松避开。他的耐心也彻底耗尽。你脑子有病！谁放你进我实验室的？千仞雪根本不给解释机会，再次挥剑杀来。这一刻，殷红叶终于怒了。轰！一朵燃烧着暗红烈焰的业火红莲在他身后缓缓绽放，两柄血色神剑同时浮现。紧接着，9枚鲜红如血的魂环一圈圈升起，红，全部都是10万年魂环，整整9枚。恐怖的封号斗罗威压瞬间笼罩整座实验室。千仞雪当场愣住，他不过7环魂圣，眼前这个年轻人竟然是一位拥有9枚10万年魂环的封号斗罗。而与此同时，2万年前，武魂城供奉殿前，千道流看到这一幕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9枚10万年魂环，这怎么可能？就算神考也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。实验室内，千仞雪终于收起了几分轻视。你究竟是谁？殷红叶淡淡开口，一个普通科研人员。倒是你，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实验室？千仞雪沉默片刻，缓缓说道，我叫千仞雪。空气瞬间安静，殷红叶忍不住笑了。千仞雪，你居然敢冒充2万年前的人物！他随手翻出一份历史资料，史书记载，武魂殿早已覆灭，天使神千仞雪也在2万年前败给海神唐三。有人说他死在嘉陵关，也有人说他隐姓埋名，孤独终老。总之，他早就是一个死人了。这一句话不仅让千仞雪彻底愣住，天空之下，整个2万年前的斗罗大陆也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武魂殿所有人脸色巨变，唯独比比东看着天幕，嘴角缓缓扬起一抹复杂的笑意。武魂殿终究还是灭了吗？而这仅仅只是未来曝光的开始。斗罗大陆天幕之下一片死寂。什么？武魂殿2万年前就覆灭了？整个大陆都被这句话镇住了。武魂城供奉殿前，千道流望着天幕，久久没有开口。他最在意的从来不是武魂殿，而是千家的天使神传承。只要千家还能诞生神明，武魂殿便不会真正衰落。可天幕中的少年却亲口说出武魂殿已经消失在历史之中。一旁的金鳄斗罗神色震惊，大哥，这绝不可能。然而千道流只是沉默地望着天幕，他知道对方没有必要编造这样的谎言。另一边，唐昊靠坐在枯树下，酒葫芦掉在脚边，听见武魂殿覆灭的消息，他忍不住放声大笑，哈哈哈哈！武魂殿没了好，没得好。天斗皇宫内，刚刚结束宫殿的唐三望着天空，眼中满是喜色。武魂殿终于覆灭了吗？这样的势力本就不该存在。史莱克学院，玉小刚更是激动地站了起来，哈哈哈哈！一定是小三，一定是小三毁灭了武魂殿。而2万年后，实验室里千仞雪的呼吸渐渐急促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我2万年前就死了？殷红叶收起武魂，看着眼前这个金发女人，眼神越来越古怪。他始终认为对方只是一个精神出了问题的人，毕竟这世上怎么可能有人穿越2万年的时空？字面意思，殷红叶平静说道。联邦历史记载得很清楚，千仞雪先天20级魂力天使神，卒年不详，死因不详。武魂殿覆灭后，再也没有真正的6翼天使武魂传承。千仞雪脸色越来越白，不可能，爷爷呢？武魂殿呢？殷红叶回答得十分平静，千道流已经死了。为了帮助你完成最后的天使神考，他献祭了自己。这一句话让千仞雪彻底愣住，握着圣剑的手也开始微微颤抖。你骗我，这不是真的。殷红叶却只是轻轻摇头，我骗你有什么意义？这里是2万年后的天斗城，这里没有武魂殿，也没有皇室，只有联邦议会、魂岛科技以及全新的魂师时代。说完，他看着千仞雪，忽然问道，如果你真是千仞雪，那你来到这里之前在做什么？千仞雪沉默片刻，缓缓说道，我在天斗城发动宫变，但失败了。殷红叶点了点头，和史书记载一样。随后他又淡淡补了一句，29岁7环魂圣，天赋不错，可惜太弱了。一句话让整个2万年前的斗罗大陆再次陷入震惊，29岁的魂圣竟然被称作太弱。千仞雪也忍不住反问，你有多大？殷红叶神色平静，18岁，97级超级斗罗联邦少年天才榜第一。轰！这一刻，2万年前的所有魂师全都被镇住了。18岁的超级斗罗，这就是2万年后的天才吗？千仞雪更是难以置信，你参加过神考？殷红叶摇了摇头，神考那已经是1万多年没人见过的传说了。至于我的9枚10万年魂环，因为这个时代每个魂师都能提升魂环年限，不过这些事情一时半会解释不清。他说完，转身朝实验室外走去。跟我来。
我带你亲眼看看2万年后的世界。实验室大门缓缓开启，门外小助理已经等候多时。殷红叶将实验记录递了过去，把志愿者带下去，继续观察72小时数据。数据稳定后再吸收第一魂灵，明白殷博士。而千仞雪则默默跟在他的身后，一个属于2万年后的新时代正在他眼前缓缓展开。实验室的大门缓缓打开，殷红叶带着千仞雪走进一条宽阔明亮的长廊，电梯门缓缓开启，千仞雪下意识后退一步。殷红叶一把将他拉了进去，金属箱体开始缓缓下降，看着不断变化的数字，千仞雪满脸疑惑，这是魂导器，算是吧。殷红叶淡淡解释，他叫电梯，只是负责把人送到不同楼层。随着一声轻响，电梯门再次打开，耀眼的阳光瞬间照射进来，千仞雪缓缓走出，整个人却愣在了原地，眼前依旧是天斗城，可这里却和他记忆中的天斗城完全不同。宽阔平整的黑色道路取代了青石街道，没有马匹，却有一辆辆钢铁车辆飞驰而过，高楼林立，霓虹闪烁。曾经熟悉的城市，如今已经变得无比陌生。这里真的是天斗城？殷红叶点了点头，准确来说是2万年后的天斗城。就在这时，一辆黑色轿车从2人面前疾驰而过，掀起的劲风吹起千仞雪的金色长发。他望向车窗，里面的人神情疲惫，脚步匆匆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。他们为什么这么着急？殷红叶平静说道，因为他们要赚钱。这个时代不工作就活不下去，一天工作16个小时，剩下8小时吃饭睡觉。千仞雪眉头微皱，那和奴隶有什么区别？殷红叶轻笑一声，当然有区别。以前的人是直接卖身，现在的人是把时间卖给别人，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。听到这里，千仞雪沉默了，她忽然发现这个时代似乎并没有比自己那个时代更自由。殷红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，他按下车钥匙。停车场内，一辆鲜红色跑车缓缓亮起灯光，两人坐进车内，车辆启动，城市飞快从车窗外掠过。千仞雪终于忍不住问道，能告诉我这2万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殷红叶沉默片刻，你想听什么？武魂殿，还有……殷红叶侧头看了他一眼，史书记载，武魂殿覆灭以后，武魂城被彻底废弃，后来那片土地上建立起了一座新的城市，名字叫史莱克城。千仞雪身体猛地一震，史莱克就是唐三所在的那个史莱克学院。没错。燕红叶神色平静，在我看来，武魂殿会输，就是因为千仞雪明明有很多机会杀掉唐三，却一次次心软，仇都结成那样了，还想着招揽别人，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。这一刻，2万年前，整个武魂殿鸦雀无声。千仞雪低着头，没有反驳，因为殷红叶说的都是事实。而比比东的脸色同样难看，可殷红叶接下来的话却让所有人再次愣住。其实你母亲也一样，看男人的眼光和你差不了多少。千仞雪一怔，我母亲？殷红叶淡淡说道，她喜欢上的那个男人后来娶了别人，放在你们那个时代，她这样的身份连正妻都算不上，最多只能算妾。呼！天幕之下，比比东脸色瞬间苍白，他呆呆望着天空，脑海不断回想着曾经的一切，嘴里不停低声重复着一句话：不会的，小刚不是那样的人。可他的声音却越来越没有底气。另一边，千仞雪已经彻底沉默，他忽然觉得自己和母亲好像真的都看错了人。为了打破沉默，他再次问道：后来呢？大陆为什么会变成联邦？殷红叶缓缓开口：1万年前，日月帝国统一了斗灵和天魂2大帝国，随后又准备吞并星罗帝国。就在这时，海神唐三出手了，最终日月帝国改名，大陆重新统一，这就是联邦的前身。听到这里，殷红叶也终于确定了一件事，眼前这个女人真的就是2万年前的千仞雪，否则她不会连这些历史都不知道。千仞雪继续追问，那星罗皇室呢？殷红叶缓缓说道，皇室嫡系早已不在这片大陆。一句话落下，2万年前，星罗皇帝猛地喷出一口鲜血，不可能，朕的星罗帝国竟然也亡了。星罗皇帝终于明白了殷红叶的话，2万年后，星罗帝国竟然彻底灭亡，而且最后竟然并入了天斗帝国。这一刻，他彻底崩溃，他猛地站起身，大吼道：发兵，立刻发兵！朕要灭了天斗帝国！大臣们瞬间慌了，陛下，不可！武魂殿不会同意。可星罗皇帝已经顾不了那么多，既然海神站在天斗帝国那边，那他就趁现在把天斗帝国提前灭掉，造船从海上打过去，谁敢阻拦，就是违抗朕的命令。就连戴沐白都沉默了，一边是自己的兄弟唐三，另一边却是自己的国家。这一刻，他第一次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。然而另一边，殷红叶和千仞雪已经来到联邦最大的商业中心。就在殷红叶准备下车的时候，他的脚步突然停住了。有些魂师，浓郁的业力根本瞒不过他的感知，而且对方绝对是一位封号斗罗。千仞雪同样察觉到了那股阴冷的气息，他下意识准备出手，却被殷红叶直接拦住。这里至少有上万人，一旦动手，死的人只会更多。千仞雪沉默了，邪魂师从来不会顾及普通人的生死，可他们不能。殷红叶释放精神力，瞬间覆盖整座商场，很快便锁定了一名身带血腥气息的女人。确定对方只是来购物后，他没有继续出手，毕竟一位封号斗罗如果在商场发疯，造成的伤亡远比现在严重的多。于是他直接转身，先给你买衣服。千仞雪这一身宫廷长裙，在现代商场里实在太显眼了。殷红叶根本懒得慢慢挑，喜欢什么直接拿，剩下全部包起来。十几分钟后，千仞雪换上一身米白色长裙，气质依旧高贵，却终于融入了这个时代。殷红叶看了一眼，不错，随后对店员挥了挥手，这个尺码，店里所有款式，每样来一套。店员都懵了，全部刷卡，衣服买完，化妆品
鞋子、生活用品。殷红叶只有一句话：全部买。有钱人的购物方式就是这么朴实无华。然而就在两人准备离开时，千仞雪忽然停住了，她死死盯着一楼一家店铺，4个字映入眼帘：炫氏唐门。唐门？她立刻问道：这是唐门？殷红叶点点头。唐门在联邦的产业主要卖民用混导器。千仞雪疑惑：那他们不卖暗器了吗？殷红叶却冷笑一声：当然卖，卖武器。打联邦没有战争，他们怎么赚钱？短短几句话，却让2万年前所有人彻底沉默。普通百姓更是第一次开始怀疑唐门。如果唐门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制造战争，那和邪魂师又有什么区别？然而唐三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在他看来，唐门传承2万年，本就应该如此。至于战争死多少人，只要唐门能够一直存在，一切都值得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只要殷红叶再说出一个秘密，整个唐门都会瞬间土崩瓦解，离心离德。就在这时，千仞雪忽然问道：你好像一点都不在意唐门。殷红叶神色平静：我连联邦都不在乎，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值得我在乎的人了。千仞雪愣住：你的父母？殷红叶只是淡淡点头：都死了，而且都是死在我面前。一句话让千仞雪彻底沉默。她不知道，眼前这个看似冷漠的男人，曾亲眼看着母亲被父亲亲手杀死，化作魂环。后来他又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，取骨成神。所以现在的嫣红叶早已没有任何牵挂。走出商场后，殷红叶的通讯魂导器突然响了起来，电话那头正是本体宗宗主牧野。红叶，我准备去东海寻找一种特殊食材，这段时间神将那边就交给你照看了。殷红叶听完，顿时松了口气，我还以为什么大事，原来只是以后没法去你那蹭饭了。牧野直接无语，你关心的居然是吃？殷红叶一本正经的点头，难道这不是重点？牧野哭笑不得，只好答应回来给他多带2条银带。两人的对话轻松自然，可一旁的千仞雪却完全被另一件事吸引了。他指着殷红叶手里的通讯魂导器，这是什么？殷红叶解释道，通讯魂导器，用你能理解的话来说，就是千里传音。千仞雪顿时来了兴趣，那他为什么能做到？殷红叶摆了摆手，解释了你也听不懂，回头给你找几本启蒙教材。一句话直接把千仞雪气得瞪了他一眼。不过殷红叶还是耐心解释起来，在他看来，2万年前和现在最大的区别就是魂导科技。你们那个时代也有魂导器，比如魂导灯，只不过你们知道它会亮，却不知道它为什么会亮。而现代魂导科技不过是把魂导阵法研究到了极致。听到这里，千仞雪终于对现代魂导科技有了最基础的认识。紧接着，他又问出了另一个问题：神将到底是什么？殷红叶平静说道：锻造师的最高境界，真正的神将可以打造天锻金属，而天锻金属必须经历雷劫，只有度过天雷才算真正成功。短短几句话，却让天幕前2万年前所有锻造师彻底震惊，尤其是楼高，他锻造了一辈子，第一次听说原来金属也能渡劫。这一刻，他甚至恨不得立刻穿越2万年，亲眼看看神将到底是如何锻造的。可唐昊却只是冷笑，在他眼里，锻造终究只是辅助，哪怕2万年后，也绝不可能凌驾于封号斗罗之上。与此同时，魂导汽车已经离开繁华城区，最终驶进一座占地极大的庄园。这里正是古月庄园，喷泉、草坪、树林、湖泊，宛如一座私人城堡。千仞雪忍不住问道：这是你的家？殷红叶却摇了摇头：我要是真有这么有钱，也不至于负债几千万亿。千仞雪顿时愣住，一个封号斗罗居然还能欠这么多钱。殷红叶无奈解释，如今这个时代，封号斗罗早已不像2万年前那样稀有，而他的开销几乎全部都是实验和战斗消耗，所以穷才是常态。可真正让千仞雪震惊的还在后面。殷红叶忽然说道：其实联邦对我已经算很好了，至少把我以前闯下的祸全都一笔勾销了。千仞雪顿时好奇，到底闯了什么祸？殷红叶却像报菜名一样，一件件说了出来：实验魂技，差点毁掉半座史莱克城；实验魂导器，差点炸平唐门总部；孤身杀上传灵塔，还亲手斩杀18天柱之一。千仞雪彻底沉默了。这3个势力，无论放在哪个时代，都是大陆最顶尖的存在。可嫣红叶居然全都招惹了一遍，他忍不住继续追问：还有吗？殷红叶认真地点了点头，还有一件最小的事，我不小心杀了一个人。千仞雪连忙问：他的家人呢？殷红叶一本正经回答：他们都觉得我杀得好。一句话直接把千仞雪听不会了，最后只能感叹一句：你能活到现在，简直就是奇迹。很快，两人走进古月庄园，管家已经提前等候。殷红叶直接吩咐带他去楼上的房间，再送几本魂导器入门教材。可千仞雪却突然问了一句：你这里经常有女孩子住？殷红叶满脸无奈，联邦那些高层隔3差5就往这里送女人，可他最讨厌的就是别人闯进自己的生活，尤其是没有边界感的人。因为小时候他曾亲眼看着母亲死在自己面前，那种无能为力，直到今天依旧是他心里最大的阴影。想到这里，殷红叶缓缓看向千仞雪：明天跟我一起去见神将，顺便让你真正见识一下2万年后的魂导科技以及现代锻造的巅峰。随着这句话落下，千仞雪也终于迈出了了解未来世界的第一步。一日一早，殷红叶带着千仞雪来到联邦锻造师协会，整栋大楼通体漆黑，最醒目的就是外墙上那柄数十米高的巨大铁锤雕塑。千仞雪抬头望去，不禁问道：这里就是锻造师协会？殷红叶淡淡回答：没错，神将在哪，锻造师协会总部就在哪。说完，两人走进大厅，自动门刚刚打开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便扑面而来，大厅里密密麻麻站满了人，200-300名锻造师将整个大厅围得水泄不通。殷红叶笑着说道：你运气不错，今天正好是神将公开授课。千仞雪看着眼前的人群，不禁问道：这些都是锻造师？殷红叶点了点头，没错，而且振华就是今年刚刚晋升神将。与此同时，天幕之外，2万年前的所有锻造师也全都屏住了呼吸，尤其是楼高，目光死死盯着画面，因为今天他们终于能够见识到2万年后的锻造巅峰。另一边，殷红叶却根本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课堂上，毕竟身为8星圣将，这种基础课程对他来说毫无意义。
反倒是另外3件事情让他更加在意：唐武林即将觉醒武魂，第二，银龙王即将化形成人，第三，恶魔位面即将第1次入侵斗罗大陆。想到这里，殷红叶眼神微微一亮，恶魔终于要来了，到时候我就可以放开手杀了，说不定还能借此突破极限斗罗。就在这时，大厅另一侧，一群工作人员簇拥着一名男子缓缓走来，正是神将振华。画面出现的瞬间，整个天幕外彻底安静，所有锻造师全部起身。振华一头黑发黑眸，看起来不过30多岁，可那双眼睛却透着历经岁月的沧桑。千仞雪忍不住问道：“神将是什么实力？”殷红叶回答：“封号斗罗，这是成为神将最基本的条件。”随后，振华正式开始讲课。今天讲授的正是千段，每一句讲解都让楼高听得如痴如醉，因为他第一次知道，原来锻造还能这样进行。千段之后还有0段，能够赋予金属真正的生命。楼高越听越激动，甚至一边听一边疯狂记录。而另一边，唐昊却只是冷笑：“锻造再厉害，还能强过封号斗罗？”可千道流却已经意识到了另一件事：锻造师的地位未来已经完全不同。他立刻下令：“凌渊斗罗、鬼豹斗罗，马上去金属之都，把所有优秀工匠全部带回来。”与此同时，殷红叶忽然眯起双眼，他的精神力锁定了一道熟悉的气息，正是昨天商场里的那名邪魂师。他瞬间明白了，原来他真正的目标是神将。殷红叶立刻传音给牧野：“有邪魂师，封号斗罗级别，保护好振华。”牧野脸色一变：“在哪？”他立刻扫视全场，却什么都没有发现。殷红叶平静说道：“他的隐匿能力很强，你不用找，守住神将就行。”牧野立刻提高警惕。而讲台上，振华依旧毫无察觉。随着最后一锤落下，一块千段金属正式完成。振华放下铁锤，淡淡说道：“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。”下一秒，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然而，就在所有人放松警惕的一瞬间，异变骤然发生，一道猩红剑光毫无征兆地从人群中爆射而出，直刺振华咽喉，速度快到极致，甚至连振华本人都来不及反应。就在剑尖即将刺中的瞬间，牧野终于出手，一只大手猛然抓住剑身，硬生生挡下了这一击。可那名邪魂师反应极快，一击不中，身后瞬间展开一对猩红血影，整个人冲天而起，准备逃离现场。就在这时，殷红叶终于动了，他的声音缓缓响起：“想走？问过我了吗？”下一秒，一把血色长弓出现在他的手中。与此同时，一杆燃烧着暗红火焰的长枪也从虚空缓缓浮现。殷红叶竟然直接以枪为剑，搭在弓弦之上，伴随着长弓被拉成满月，整座大厅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全部汇聚到那只燃烧着火焰的枪尖之上。殷红叶嘴角微微扬起，缓缓吐出2个字：“看见。”殷红叶几乎没有刻意瞄准，直接松弦，弓弦回弹，发出沉闷的颤音。下一秒，长枪破空而出，空气被硬生生撕开一道气浪裂痕，枪尖火焰被狂风压成细线，如同流星贯日，拖着橙红色尾焰贯穿天际。整座大厅被火光照亮又暗下，所有人脸上都被映出晃动的光影。牧野眼神一凝，忍不住低声道：“这小子进步速度咋这么快？”但他下一秒忽然皱眉：“不对，天斗城的百姓罪不至死吧？”半空中，那名邪魂师猛然回头，瞳孔中已经被火光彻底填满。他很清楚，逃不掉，这一击锁定的不是位置，而是他的气息，无论如何都躲不开。他当机立断，血意猛然一折，整个人像断线风筝般向地面坠落，落地瞬间脚尖点地，再度弹射，方向天斗城唐门。牧野脸色瞬间变了，他不是逃，是要拉唐门一起死。长枪追击而至，如流星赶月，火光在街道上空拉出一条笔直红线。下一瞬，邪魂师一脚踏入唐门大门，枪到了，轰！枪尖贯穿他后背，从胸前穿出，带着他的身体向前冲出数十米。随后炸裂，一团赤红火光在唐门上空轰然绽放，像一朵瞬间盛开又瞬间湮灭的彼岸花。火焰吞噬庭院、廊柱、牌匾，瓦片被气浪掀飞，在空中粉碎如雨。整座天斗城唐门被火海无声吞没。牧野这时才皱眉开口：“不是，那方向有点眼熟。”殷红叶微微一怔。牧野脸色一黑：“那里是唐门，你上次炸的那个。”空气沉默了一秒，殷红叶哦了一声：“原来是唐门啊，我还以为是唐门呢。”牧野，他深吸一口气：“所以你又惹事了？”殷红叶语气平静：“对啊，但这次是意外。”牧野直接点头：“对，没错。”殷红叶摆摆手：“算了，小问题，不就是炸个唐门？”语气轻得像踩碎了一块石头。他随手掏出通讯魂导器，拨通：“我不小心又把天斗唐门炸了，你派人处理一下。”通讯那头沉默了一秒，下一刻怒吼炸响：“一天天的能不能少惹点事？”殷红叶把通讯器拿远，语气诚恳：“我也想啊，但这真不怪我，是邪魂师做局，我只是路过的无辜群众，追着他打，不小心打偏了，这也算我的问题。”对面沉默，不是理解，是彻底无语。片刻后，声音压抑的响起：“行，我处理。”然后挂断。办公室里，联邦高层靠在椅子上，长叹一口气，桌上还压着上一份善后报告。这一份又来了。他熟练翻开流程表，封锁现场，安抚伤亡，舆论控制，战损赔偿。看到赔偿金额那一栏，他沉默了，然后直接合上。算了，反正也是挂他账上。他拿起第2通通讯，善后组，唐门又炸了，按老规矩处理。停顿1秒，记嫣红叶。另一边，千仞雪站在废墟前，沉默片刻，忽然问了一句：“唐门只要玉之一族还在，重建应该很快吧？”牧野转头看他，一脸疑惑：“玉之一族，唐门玉堂，他们不是打杂的吗？”千仞雪愣住，显然他的认知与这个时代完全错位。殷红叶淡淡补了一句：“玉堂就是唐门打杂的，至于玉之一族，早没了，1万多年前就不在了。”他顿了顿，补了一句：“算是被抛弃了吧。”这句话落下，天幕之外，唐门众人脸色瞬间变得复杂，尤其是4大族，全部下意识看向唐三，那2个字抛弃像刀一样。就在殷红叶说出那句玉之一族1万多年前就已经被唐门抛弃了，整个天幕外瞬间陷入死寂。4大单属性家族：力之一族、敏之一族、玉之一族、破之一族。4位族长几乎同时僵在原地。泰坦缓缓攥紧拳头，沉默不语。白鹤望向唐三，眼中的信任已经开始动摇。牛皋脸色阴沉，他们当年就是因为昊天宗的抛弃，才遭到武魂殿打压。如今未来的唐门居然也会抛弃他们，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加入唐门？杨无敌一句话没说，默默放下手中的仙草，转身准备离开。唐三瞬间察觉到气氛不对，他连忙开口解释：“各位，这只是未来发生的事情，怎么能算到现在？”牛皋却直接打断：“为什么不能？既然未来会发生，那就说明唐门本来就是这样。”就在唐三准备继续解释时，天幕中的嫣红叶再次淡淡开口：“已有之事，后必再有。”
以行之事，后必再行。一句话，彻底点燃四大家族的怒火。除了泰坦之外，牛皋、白鹤、杨无敌全部站起身。杨无敌冷冷看着唐三，今天不给我们一个交代，这件事没完。说完，转身离去，其他两人也紧随其后。原本即将建立的唐门顷刻间分崩离析。唐三死死盯着天幕里的嫣红叶，双眼血红，杀意冲天。殷红叶，你有取死之道，我一定杀了你。然而下一秒，异变陡生，一道由杀意凝聚而成的血色长剑竟凭空出现，瞬间贯穿唐三胸口。唐三发出一声惨叫，整个人倒飞出去。若不是拥有杀神领域，这一击足以重创他的灵魂。与此同时，2万年后的嫣红叶刚收回长枪，忽然眉头一皱，谁触发了我的防反？感觉杀气来自天斗城，可为什么找不到人？千仞雪疑惑问道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殷红叶摆了摆手，没什么，只是我的魂技触发了。只要有人对我释放足够强烈的杀意，魂技就会自动反弹回去。不过没什么用，距离太远，一般根本伤不了人。殷红叶根本不知道，这一击竟然跨越了整整2万年，重创了过去的唐三。另一边，嫣红叶走向振华，神将，没事吧？振华从牧野身后走出，神色轻松，没事，就是这段时间恐怕没办法继续公开讲课了。殷红叶立刻笑道，讲不了课没关系，先给我断几块天断金属。振华顿时笑骂，整个联邦就你拿的天断金属最多，还不知足？你自己都是8级锻造师，距离神将也只差一步。殷红叶无奈摊手，我倒是想突破，可天地规则不给我降雷劫，说不定要让我杀天正道。振华忍不住笑着摇头，你啊，就是嘴贫。算了，先吃饭去，让牧野给你做顿好的。殷红叶立刻点头，这个可以。随后他招呼千仞雪一起离开。振华这才注意到他，上下打量了一眼，笑着问道，这位姑娘是谁？殷红叶随口回答，她叫千仞雪。振华点点头，名字不错。随后笑着对千仞雪说道，殷红叶脾气虽然怪了点，你多担待。一句话直接把千仞雪说的俏脸微红，他顿时明白振华这是误会了两人的关系，而殷红叶也是一脸无奈。4人乘电梯来到锻造师协会的小食堂，这里虽不大，却汇聚联邦顶级食材。振华是神将，也是最有钱的人之一。殷红叶则相反，是公认第一负债王，他毫不着急，凭本事欠的钱何必还？等实力够了，把债主解决，自然无债。牧野走进厨房，大餐正式登场，主菜是地龙筋，切得均匀小块，晶莹剔透，配3年一熟的月光米。如今魂兽资源稀缺，这食材有钱也买不到，吃的更是身份和地位。牧野笑着端菜上桌，嫣红叶夹起一块地龙筋，边尝边感叹，这可是好东西。如今星斗大森林只剩核心区，想弄到已经很难了。振华笑着点头，确实费了点时间，不过也不算太难。然而就是这句话，却让天幕之外的星斗大森林彻底沸腾。生命之湖深处，湖水忽然泛起层层涟漪，紧接着一双金色树瞳缓缓睁开，正是兽神帝天。当他听见未来的星斗大森林竟然只剩下最后一片核心区域，眼中的杀意瞬间爆发。他抬头望向天幕，缓缓开口，看来未来发生的一切对魂兽一族至关重要。随后帝天直接下令，妖灵，凡是进入星斗大森林的人类魂师，格杀勿论。既然无法改变未来，那就先削弱人类。命令传出的瞬间，整座星斗大森林彻底苏醒，天空无数飞行魂兽腾空而起。森林深处，万年魂兽停止彼此厮杀，所有魂兽第一次拥有共同目标，人类。外围猎魂小队最先遭殃，原本还在围猎魂兽的人类，转眼便被四面八方涌来的兽潮吞没，惨叫声瞬间淹没在无数兽吼之中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整个斗罗大陆猎杀魂兽的难度暴涨数倍。而另一边，牧野收拾好餐具，准备再次出发。我要去找点特殊食材，神将这几天就交给你保护了。殷红叶点点头，牧野却忍不住笑道，你凶名在外，应该没人敢来找麻烦。殷红叶立刻反驳，什么叫凶名在外？世人都知道我最和善了，最擅长的就是超度别人。一句话直接把振华都逗笑了。殷红叶心里更是默默想着，等我成为极限斗罗，自然会有大儒替我辩经。振华道，这几天你们救助锻造师协会，圣灵教刺杀失败，定会卷土重来。殷红叶神情平静，我知道4字斗铠已严重威胁到圣灵教，只要鬼帝不亲自出手，其他人我都能解决。话音刚落，属于他与圣灵教的大战即将拉开。3天过去，天斗城表面恢复平静，唐门废墟也开始重建，但站在锻造师协会顶楼的殷红叶却发现，整座城市仿佛蒙上一层阴影，别人毫无察觉，只有他感觉到危险正在逼近。与此同时，楼高依旧沉浸在2万年后的锻造知识中，而殷红叶的精神力却发现无数黑色气息顺着街巷、下水道不断潜入天斗城，如同虫群一般四处潜伏。殷红叶瞬间认出这是圣灵教的气息，他们的目标只有神将振华。想到鬼帝可能亲自出手，他没有拖大，直接说道，还是摇人吧。殷红叶拨通战神殿通讯，月天斗罗，天斗城有点不对劲。关月立刻警觉，因为他知道殷红叶对邪魂师的感知无人能。殷红叶提醒，暂时说不清，提前做好准备。随后殷红叶拨通备注为死债主的通讯，多情斗罗，天斗城不太对，最好过来一趟。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？万一我死了，人死债消，你也不想我欠的钱没人还吧？助手问，要通知天斗唐门接应吗？脏心冷哼，通知什么？那边刚开始重建，先停工。说完，他忽然笑了，想到一个杀妻弃子的家伙，到最后连传灵使都没当上。夜色越来越深，整座天斗城仿佛被黑暗吞噬，街灯依旧亮着，却照不进那些阴暗角落。整个城市都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气息。废弃仓库楼顶，3道黑影缓缓出现，鬼帝站在最前方，看向锻造师协会，神将振华撑起了联邦所有4字斗铠。黑暗血魔冷声说道，杀了他就等于掐断联邦的喉咙。3人身上的杀意不断升腾。鬼帝缓缓说道，这次任务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话音落下，3人同时化作黑影，悄无声息地朝锻造师协会急速掠去。一场大战即将爆发。就在大战正式爆发之前，殷红叶早已发现整个天斗城已经被圣灵教彻底包围。锻造师协会总部，夜幕降临，殷红叶站在落地窗前俯瞰天斗城，别人眼中风平浪静，可他却感知到3名超级斗罗、3名封号斗罗以及数百邪魂师已经完成包围。殷红叶放下窗帘，对千仞雪说道，邪魂师来了，小喽啰交给你，封号斗罗和超级斗罗我来。千仞雪惊讶，你一个人？殷红叶淡淡一笑，
极限斗罗以下我都有把握。千仞雪问：若真来了极限斗罗呢？殷红叶平静回答：那也没关系，我请的人已经到了。话音刚落，窗外异变骤起，夜空轰然炸裂，幽绿色骷髅虚影笼罩锻造师协会，落地窗瞬间粉碎，家具横飞，灯光熄灭，鬼帝踏空而来，怒喝：振华，受死吧！殷红叶一眼认出鬼帝极限斗罗，随后对千仞雪说道：其他人交给你，这家伙我来。千仞雪担忧道：那你？殷红叶淡然回应：放心，他杀不死我。千仞雪六翼天使武魂展开，化作金光飞向协会外围，不到200米便发现几十名埋伏的邪魂师，圣剑挥落，一名魂圣瞬间被一剑贯穿，天使圣光天然克制邪魂师，每一剑都如烈阳焚魔。邪魂师惊恐大喊：快杀了他！他是天使武魂，别怕，我们一起上！与此同时，天幕之外，千道流彻底震惊，未来竟然出现如此庞大的邪魂师势力，武魂殿难道覆灭了？未来的天使家族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鬼帝望着嫣红叶，露出冷笑，区97级超级斗罗也想挡住自己，振华就在楼里，今晚必死无疑。嫣红叶忽然笑道：你不会以为神将还在这里吧？鬼帝脸色骤变，嫣红叶继续说道：更不会以为我什么准备都没做吧？整座锻造师协会亮起血色纹路，冲天烈焰自地基爆发，整栋大楼化作火焰牢笼，鬼帝被困火海，护照不断被业火灼烧。鬼帝怒吼：嫣红叶，你真够卑鄙，居然设下陷阱引我上钩！嫣红叶淡淡一笑，多谢夸奖，我这人底线一直很明。殷红叶扫视四周，有些失望，就你一个冲进来。话音刚落，战神殿月天斗罗关月、唐门副店主多情斗罗臧星同时现身，3位超级强者形成三角包围。关月望向鬼帝，为了杀神将，连你都亲自来了。随后看向殷红叶，可惜大鱼没全钓出来。殷红叶拔出长剑，深红业火瞬间燃起，一条已经够了。鬼帝业火缠身，黑暗血魔、黑暗蜂鸟和几位封号斗罗全部现身，真正的大战正式爆发。大战瞬间爆发，关月看到圣灵教进来了这么多强者，却没有半句废话，月天枪瞬间入手，直指鬼帝。鬼帝拿命来！2位极限斗罗级强者正面碰撞，恐怖冲击波席卷夜空。与此同时，臧星踏着火光冲向黑暗血魔。黑暗血魔，受死吧！让我看看你能不能摆脱我的控制。黑暗血魔强行压制业火，血雾翻腾，双手凝聚出一对巨大血爪迎战。殷红叶没有理会其他战场，目光锁定黑暗蜂鸟。现在就剩你了，让我来好好称量一下，你这黑暗四天王到底够不够格？嫣红叶眉心红光亮起，金属轰鸣响彻天地，烈焰红斗铠迅速覆盖全身，鎏金纹路流转，肩胛、护腿全部成型，整个人气势暴涨，如神兵出鞘。武魂殿内，千道流猛然起身，这是极限斗罗，不，甚至更强。海神岛上，波塞西同样震惊，2万年后的超级斗罗竟能爆发极限斗罗级战力。殷红叶率先出手，左手长枪化作火龙扑向黑暗蜂鸟，蜂鸟急速闪避，风尾刺直袭咽喉。殷红叶右手瞬间换成长剑，一剑震开毒刺，火花四溅。殷红叶掷出长枪封住退路，又瞬间换出第2柄长剑，2道火焰剑气交叉斩出。黑暗蜂鸟急忙腾空后退，却见殷红叶再次翻手，一块天断金砖迎面飞来，砰的一声，金砖精准砸中黑暗蜂鸟脑门，鼻梁都被拍歪。蜂鸟彻底暴怒，殷红叶却又切换成火枪，各种武器不断变换，让人根本无法预判。黑暗蜂鸟全力爆发，漫天风尾刺暴雨般倾泻，同时血鹰斗罗、鸣雷斗罗、骷髅王斗罗从3面杀来，4位封号斗罗完成4面围杀。殷红叶一步未退，魂环骤然亮起，火海冲天，一尊3头8臂法相缓缓现身，8条手臂分别握着双剑、长枪、火枪、金砖、金圈等武器，红金斗铠彻底展开，恐怖杀意席卷全场。鬼帝都忍不住回头，还以为圣灵教多了一位杀神，可当他发现杀意竟来自嫣红叶时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鬼帝心中震惊，他不是邪魂师，为何杀意比邪魂师还恐怖？但很快又否定，因为嫣红叶杀人从不留魂，魂飞魄散，根本不适合圣灵教。天幕之外，所有观众彻底失声，鬼帝死死盯着嫣红叶，心中无比清楚，这一刻他的战力已经无限逼近半神巅峰，即便黑暗血魔亲临，也绝不可能短时间将其拿下。大战进入白热化，嫣红叶开启3头8臂形态，血鹰斗罗率先扑来，血影化作巨大婴儿鬼脸，伴随着刺耳啼哭，一口咬向殷红叶左侧头颅，精神攻击毫无作用。殷红叶抬手掷出金砖，金砖如流星击碎鬼脸，又贯穿血鹰斗罗胸膛。血鹰斗罗难以置信，你怎么可能这么强？随后坠地身亡。鸣雷斗罗降下9道黑色雷霆，怨灵咆哮。殷红叶一剑劈开雷海，一枪吸收雷霆。鸣雷斗罗愣神瞬间，长枪贯穿眉心，当场陨落。骷髅王斗罗操控巨大骷髅扑来，殷红叶抛出金圈，瞬间套住骷髅脖颈，猛然收紧，伴随一声巨响，骷髅武魂炸碎，骷髅王斗罗当场身死。不到10秒，3位封号斗罗全部被秒。殷红叶缓缓抬头，看向最后一名敌人，黑暗四天王、黑暗蜂鸟。殷红叶已经近身，双剑交叉斩下，黑暗蜂鸟举剑格挡，第3柄剑、第4杆长枪同时袭来，枪尖贯穿胸膛。殷红叶淡淡说道：“这就是你的实力，真让我失望。”黑暗蜂鸟避开致命伤，迅速后撤封住伤口。殷红叶歪头想跑，黑暗蜂鸟冷声回答：“这不叫跑，这是战略撤退。”嫣红叶轻笑，无数红莲花瓣飘落，每一片落地都燃起红莲业火。整座天斗城中心化作火海，所有接触花瓣的生灵尽数焚灭。黑暗蜂鸟疯狂躲闪，却还是被突然绽放的红莲炸中，半张脸被业火烧。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已沦为猎物，只能转身逃跑。殷红叶没有追击，而是缓缓转身望向鬼帝，嘴角扬起，只要能伤到鬼帝，我的战绩就能超越年轻时的擎天斗罗。我嫣红叶一生不弱于任何人。下一刻，第9魂环骤然亮起。大战进入尾声，殷红叶真正的底牌终于亮出，血色杀意自脚下冲天而起，天地瞬间变色，整片天空被染成暗红，恐怖的杀意席卷整个战场。这股杀意敌我不分，关月仿佛置身尸山血海，
脏心双手染满鲜血，无论如何也洗不干净。所有还保持意识的人全部陷入幻境。天幕之外，千道流看见天使神雕像流下血泪，波塞西看到海神岛被血海吞没，幻象真实的连极限斗罗都无法第一时间挣脱。鬼帝同样陷入幻境，无数被他杀死的魂师尸体从祭坛爬起，死死抓住他的双腿，不断怒吼：“鬼帝，还我命来！”鬼帝怒喝挣脱幻境，刚睁眼便看到殷红叶迎面杀来，燃烧着业火的四字斗铠犹如流星坠落，直扑鬼帝。鬼帝全力撑起护罩，可就在碰撞前一瞬，嫣红叶突然消失，鬼帝立刻撕裂空间逃遁，却还是慢了一步，背后被业火剑芒划出一道巨大伤口。鬼帝跌落100丈之外，胸口焦黑伤痕不断燃烧，殷红叶却失望摇头：“可恶，居然没捅成重伤。”鬼帝咬牙怒喝：“嫣红叶，我记住你了！”随后转身遁逃。鬼帝撤退，这场大战彻底结束。关月望着嫣红叶，满脸震惊：“你的实力已经这么恐怖了吗？”殷红叶却平静回应：“97级伤极限斗罗，不是很正常吗？”千道流率先摆脱幻境，仍心有余悸，如此纯粹的杀意，他真的没去过杀戮之都。波塞西也感叹：2万年后的世界远比自己想象中精彩。嫣红叶收起斗铠，环顾战场，忽然夜空洒下圣洁光辉，千仞雪悬浮半空，6翼天使完全展开，金色圣光不断净化整片废墟。殷红叶盯着千仞雪看了2秒，皱起眉头：“你怎么80级了？”千仞雪回答：“杀了几百个邪魂师，我就突破80级了。”殷红叶点了点头：“行，我知道了，你该去获取魂环。”可想到自己还在传灵塔黑名单，他又忍不住吐槽：“那人姓李，关我嫣红叶什么事？”关月忍不住问道：“红叶啊，你还能进得去传灵塔吗？”殷红叶却毫不在意：“车到山前必有路。”殷红叶忽然露出笑容：“正好，顺便去一趟史莱克学院，我要去称量一下史莱克学院30岁以下的天才魂师。”说完，殷红叶直接打开魂导通讯器，输入标题：18岁少年勇闯史莱克学院，挑战所有30岁以下学员。挑战消息刚发出去，短短30秒便冲上联邦热搜，无数魂师震惊，整个斗罗大陆瞬间沸腾。关月嘴角抽搐：“你一个封号斗罗去挑战人家30岁以下？”话刚说一半，他自己都沉默了，因为如今整个史莱克学院30岁以下连一个魂斗罗都没有。而嫣红叶的下一站正是史莱克学院，一场横扫天才的大战即将开始。大战结束后，殷红叶一句话再次震惊所有人，他刚宣布要挑战史莱克学院30岁以下所有天才。多情斗罗脏心便忍不住吐槽：“你一个封号斗罗能不能要点脸？”可话刚出口，脏心自己就愣住了，因为殷红叶才18岁，18岁的封号斗罗挑战30岁以下魂师，还真算不上欺负人。殷红叶一脸理直气壮：“怎么，我18岁打30岁？他们可比我多修炼12年，我就是要试试史莱克学院的天才到底有没有传说中那么厉害。”天幕之外顿时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意识到殷红叶的天赋已经领先整个时代。可史莱克院长弗兰德却满脸不服。弗兰德大声说道：“我史莱克学院培养的都是怪物，30岁前绝对能培养出超级斗罗。”玉小刚也跟着说道：“未来我可是培养出一位神的人。”刘二龙立刻附和：“小刚说的没错，史莱克学院不收庸才，一会儿就让这个所谓的天才被打得满地找牙。”然而关月和脏心却只是默默看着他们，眼神里充满同情。在他们眼里，如今的嫣红叶上能硬汉极限斗罗，下能横扫整个年轻一代。与此同时，锻造师协会的大火逐渐熄灭，整栋大楼只剩下一副焦黑骨架。殷红叶拍了拍身上的灰，走到关月和脏心面前。殷红叶自然让开道路：“保护神将的任务交给你们了，伪帝都亲自来了，再让我当保镖就不合适了。”关月苦笑点头：“行，这里交给我们。”看着烧成骨架的大楼，他忍不住叹气。脏心问：“他这是准备偷懒？”关月一本正经的点头：“很明显就是。”随后，殷红叶转头看向千仞雪：“走吧，明天带你去史莱克城，顺便去传灵塔总部给你弄魂灵。”千仞雪一愣：“魂灵是什么？”关月和脏心都愣了一下，还以为千仞雪是在问哪种魂灵适合自己，根本没人想到，居然有人不知道魂灵是什么。两人回到古月庄园，刚坐下，殷红叶便开始解释：魂灵是1万年前研究出来的新体系，把魂兽灵魂抽出，与魂师签订契约，不用猎杀魂兽就能获得魂环，还能提供多个魂技，战斗力比以前更强。听完介绍，千仞雪沉默片刻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时代魂兽被猎杀的更少了。殷红叶直接笑了：“你想什么呢？帝天就是相信了魂灵能让人类和魂兽和平共处，结果魂灵反而让魂兽更加仇视人类。”殷红叶继续说道：“传灵塔就是出售魂灵的地方，万年魂灵有价无市，至于10万年魂灵，虽然麻烦一点，但我还是有办法弄到。”千仞雪震惊：“10万年魂兽不是极其稀少吗？”殷红叶却满脸嫌弃：“去海里转一圈都能找到2、3头。”殷红叶淡淡说道：“20万年以上魂兽也不少，都是传灵塔从星斗大森林进弄。”他说的轻描淡写，仿佛魂兽只是仓库里的商品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就在他说完这句话后，远在星斗大森林深处，一位兽王已经彻底暴怒，随时都会爆发。听完殷红叶的话，帝天暴怒，一拳轰穿生命之湖旁的巨树，怒吼：“人类果然一个都不可信！1万年后的我，为何会相信人类？”生命之湖深处传来主上的声音：“帝天，冷静，继续看未来。2万年后的我伤势恢复，就是我们反击的时候。”帝天立刻低头：“是，主上。”另一边，人类阵营彻底沸腾，一个魂灵既能提供多个魂环，还能降低魂环消耗。所有魂师都盯着天幕，只想知道魂灵如何制作。千仞雪问：“这魂灵怎么制作？”殷红叶摊手：“你问我，我问谁？我也想知道，这是传灵塔最高机密。”众人的希望瞬间落空。千仞雪又问：“第8魂环怎么办？”殷红叶笑道：“身份已经办好，认字改成认字，你就有资格去传灵塔闯塔。”殷红叶解释：“只有传灵塔成员或30岁以下天才才能闯塔，可以7人组队，一个10万年魂灵还能提供2枚魂环。”千仞雪表示能伪装古灵。殷红叶眼前一亮：“那太好了，我再叫个兄弟一起薅传灵塔羊毛。”说完立刻拨通通讯：“红尘，穆红尘接通，我刚突破7环，正准备去史莱克城。”殷红叶笑道：“魂灵塔包10万年的。”穆红尘秒懂：“你这么狗，传灵斗罗知道吗？”殷红叶毫不在意：“知道就知道，有本事来拦我。”穆红尘大笑：“还得是你。”挂断通讯，殷红叶心里暗笑，别人眼里穆红尘是兄弟，在他眼里还是财神爷，魂灵的钱自然由穆红尘负责。千仞雪问：“这是你朋友？”殷红叶反问：“我不能有朋友。”千仞雪感叹：“
没想到以你的天赋，还有同龄朋友。殷红叶只回答他是我兄弟。殷红叶起身，早点休息，明天带你去史莱克城，顺便见识这个时代真正的机甲。千仞雪点头回房，天幕也随之熄灭。第二天，殷红叶驾驶黑级机甲出发。这台机甲不是自己打造，而是联邦专门送给他的。因为殷红叶几乎每次出门都会遇见邪魂师，一次救下失控列车后，却让整车乘客被杀气冲击的精神失常，连圣灵斗罗都花了1个月才治好众人。从那以后，联邦一致认为邪魂师不可怕，殷红叶的杀气才是真正的大麻烦。坐在驾驶舱里，千仞雪望着不断缩小的大地，好奇问：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机甲吗？殷红叶解释：白级训练，黄级量产，紫级定制，黑级专属。6环魂帝驾驶黑级机甲就足以匹敌7环魂圣。殷红叶最后提醒，机甲存在的意义只有一个，战争。半小时后就到史莱克城，可别被吓到。千仞雪自信一笑：我不会的，真正的未来世界才刚刚开始。